陆哥的班上又有一个人察觉到了他的真正实力，不得不说，陆哥这隐藏实力藏的是越来越像个笑话了。合宿开始后，学生们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，今天他们还要进到有野猪出没的山里，而高原寺直接脱离大队伍，负责人幸村想追上去，他的腿却不允许，毕竟他们可是走了9公里的陌生山路。D 班的2个刺儿头立马出言嘲讽，抛下幸村就扬长而去，只有 A 班的桥本和同班的林小璐留了下来。桥本扶着幸村继续往前，林小璐则在山里找到了独自狩猎了一头野猪的高原寺，两人难得单独相处。林小璐也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目的，他希望高原寺能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个小组。高原寺并没有直接给出回应，扛起野猪就准备走。林小璐上前抓住了他的手臂，就是这个举动让高原寺想通教龙源做人的人是谁了。当然他并不打算暴露林小璐的真正实力，但林小璐也别想妄图控制他。最后两人不欢而散。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林小璐捡到了一枚护身符，就把它还给了丢护身符的学姐。没想到这位学姐居然认识他，还说现任学生会长南云也很关注他。毕竟上次运动会，林小璐和枯北学赛跑简直大出风头。林小璐谦虚地表示，自己除了脚程快就没有别的优点了。问学姐要怎么做，南云学长才能放过他。学姐开玩笑说，你打败他不就行了？林小璐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而那位学姐为了感谢林小璐把护身符还给自己，主动提出可以送她一些情报。林小璐就问起了女生分组时的事情。不知不觉距离考试只剩下2天时间，林小璐他们这一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非常危险。由桥本起头，晚上大家就开始谈心。桥本说自己小学初中都是踢足球的，但是和队友们同心协力以进军全国为目标时，他内心却冷眼旁观着一切，只觉得自己不能待在这里，始终和同伴们格格不入，最终还是放弃了足球。不过现在偶尔会觉得后悔，每次看到足球社的人都会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没放弃的话，说不定也会在那里。说完自己，桥本又把话题抛给了其他人，那你们之前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男生宿舍居然也会在夜里聊人生谈理想，而幸村从小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乖孩子，运动能力非常不行。在刚入学的时候，他相信自己的学历合乎 A 班水准，结果最后却被分到了 D 班，所以一开始他很抗拒这个班级。等醒悟过来时，发现连和他相反的须藤都比他的贡献多。说着说着，幸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，看着他这么难过，之前老是呛他的刺儿头石崎也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其实幸村愿意站出来当这个麻烦的负责人，他心里还是感谢的。最后大家把话说开，矛盾也随之解决。到了第2天，大家就已经是好伙伴了。石崎体谅幸村体力不行，还主动帮他拎水桶。明天就是合宿的最后1天，4场考试中有1场是道路接力赛，幸村已经想好了策略，他希望会跑的组员能够尽量多跑一点。桥本和石崎主动站出来说会多跑，而且他们这组还有个跑得很快的黑人，虽然持久力不行，但是争取一点时间还是可以的。最后连林小璐都表示自己可以多跑，不过他们默契的都没去找高原寺说这件事，那家伙实在太没有集体意识了。很快又到了傍晚吃晚饭的时候，在路过清景泽的时候，清景泽将一个纸条塞进了林小璐手中。吃完饭后，林小璐撞见学哥的小跟班菊茜学姐在一个人哭泣，看到林小璐过来，菊茜立刻停止哭泣，否认了自己是在为明天的考试而担心，只说她在担心学哥。学哥一直都是孤军奋战，牺牲自己保护跟在他身边的同伴们，现在也独自背负着和南云的比赛。林小璐再一次确认，你真的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菊茜都有些恼羞成怒了，留下一句没有就转身离开。晚上，林小璐听到桥本一个人悄悄离开，立刻跟了上去，发现他居然是在跟龙源私会。紧接着南云和学哥也来了，离得太远，林小璐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就这样，终于来到了合宿的最后1天。第1场考试是坐禅，第2场是笔试，第3场是演讲。前面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就看最后1场道路接力赛了。林小璐他们这组前3棒安排的都是不太能跑的，第4棒才是桥本。将接力棒交给阿尔伯特之后，阿尔伯特凭借超人的速度迅速追赶上了其他组，把棒交给了石崎。在石崎前面等着的就是幸村，看到曾经的对手跑得满头大汗，幸村也有些感动，接过接力棒就用尽全力跑了起来。旁边的组都已经交接了第8棒，林小璐才看到气喘吁吁的幸村，在他即将倒下的时候扶了一把，
接过接力棒，安慰幸村做得很好，接下来就交给他吧。一场小小的接力棒比赛，居然都能看到陆哥这么拼命。在前方等着的是高原寺和另一组的须藤。高原寺满脸自信，看到是林小璐先跑过来，就更自信了。终于，最后一场接力赛结束，所有学生都集中在中央广场上。广播先祝贺了同学们，这次考试的平均分数已经超越往年，而且男生所有小组都超过了标准分，没有人被退学。幸村这才松了口气。而综合分数第1名是3年 A 班学哥的小组，这样一来，学哥就赢了和南云的赌约。南云看起来却一点都不在意。紧接着，老师又通知了女子组的情况，居然有一组低于标准分。那组的负责人是3年 B 班的朱寿桃子。这个女生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是南云的人，而她毫不犹豫指定了同组的菊茜和自己一起退学。林小璐已经看明白了，从一开始南云的目标就是菊茜，和学哥打赌只是幌子而已。他操纵自己阵营的女生，故意低于标准分，组成只为了拖菊茜下水的小组。学哥问菊茜为什么不跟自己说，菊茜当然是怕造成学哥的负担，怕他为了自己而输给南云。南云还在那里洋洋得意，声称他就是想看到失去菊茜后枯北学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至于之前说的绝对不会对其他人出手，笑死，都在实力至上主义的学校了，还会在意信用问题吗？他只会不择手段让人退学而已。可惜学哥是不会让他如愿的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用大量点数交换菊茜不用退学，尽管那会让他们失去 A 班的宝座。但在学哥看向身后的同学们的时候，所有同学都给予了他鼓励的眼神，因为他们相信学哥会再带领他们重回 A 班。事后，林小璐和青井泽私会，青井泽对那位负责人学姐的行为表示了不理解，为了拖别人下水而让自己也被退学，未免也太得不偿失了。林小璐却已经猜出南云应该答应他，会替他支付点数，免除他的退学。反正整个2年级都在南云的掌控之下，这点点数根本不算什么。反观枯北学，却必须从一个班级中募集点数，反而是很大的损伤。最后还是南云更胜一筹。分开之前，金井泽也忍不住问了林小璐一个问题：如果他也陷入同样的情况，那林小璐会如何做呢？还没等他说完，林小璐就用笃定的语气告诉他：我不会让你被退学，要我不择手段也行。